今天是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今天呢是3月9号的礼拜六。我们在今天的转播最后一场的一个比赛呢，要来看到的是麦寮高中来对上的是丰原高商。现场呢正在进行热身。那这两支的球队当然过往以来都是强权的一个球队，在今年的 HBL 在这个高中排球甲级联赛当中，麦寮跟丰原也都是有进入到最后的6场的球队。这两队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啦，在最近的这个比赛其实也打得蛮多的，尤其是我觉得丰原高商对于那个麦寮高中应该更熟悉，因为他们这一批选手已经打了将近，我觉得从高一到现在来应该有3年，所以其实很多对你假如在里面的选手，更是教练对他们的熟悉度应该都很高，因为他们就是一整批从1年级拉到现在到这个高3的部分。那当然就是要看两队的临场发挥。那当然，昨天麦寮高中是3-2这个5局的大战击败了平荣高中。那丰原高商昨天其实是稍微出了一点点小差错，我觉得在成功高中的一个比赛第2局还好是丰原高商有拿下，那第3局是被成功高中26-24，最后第4局是丰原高商3-1，最后来击败了成功，晋级到了这一场的冠军赛。那前面的3场比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了前3场的一个比赛呢，是国中男子、国中女子、高中女子的冠军战。那这场比赛呢是高中的最后的比赛，两队的一个熟悉度加上过往了看到的是丰原高商曾经有7度的连霸，对，这是丰原过去的丰功伟业。不过在去年高中排球联赛是输给了华侨高中，所以去年的话是亚军。对，所以今年卷土重来。其实丰原高商应该算是我们以现在来说啦，这几年，这10年内、这15年内的教练群里面最有冠军。那个就是说冠军赛，甚至一些产生冠军这个过程的一个最有经验的教练团。对，因为7连霸，甚至在7连霸之前的一些冠军，都是打到冠亚军的部分，所以他们在对于这个后段的调整跟后段的一个就是说在比赛中，这个冠亚军生学生会发生什么样心理的状况，他们是最清楚的。那其实麦寮高中也曾经赢过丰原高商，在109学年度的这个高中排球联赛的时候，当时他们要来争3、4名，那最后麦寮高中是拿下了第3名，丰原高商是拿下第4，所以当时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那也是麦寮高中在 HBL 的最高成绩了，对，就是第3名坐收。对，但是他们的国中是有拿过冠军的。对对。所以现在升上来这一批，其实就是当年的那个冠军赛的这个麦寮高中的选手。然后那个时候的也加一些马关国中的，那个时候他们是第3名的一个选手，所以其实他们就集云林县，因为麦寮跟马关都是在云林。所以说，他们希望能够而且今年的决赛又在云林县立体育馆，所以希望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希望可以把冠军留在那个云林这个部分。赛前的热身已经结束，那这个丰原高商这边是蓝红，更正，丰原高商是黑金色的球衣，麦寮高中是红蓝色的球衣。对。由丰原高商来发球，标10号的林佑廷，4号位吞下去，刘彦成的积极攻击发场的9号的江义旭，
韩博成的发球，挂网。双方在一开始还没有进入到比赛的状况内，是两队都想要强发了。背后打到2号位置哦，这一球打大对角在界内。对。罗家宏的发球，4号位置强攻，时间差攻击，这一球没有接好。对，我一开始就3分的领先了哦。王金宝在昨天呢也有相当多攻击的演出。时间差，这球被挡下。4号位，他强。有17号的刘彦成。对，原则这选手其实是乙组的选手，他是我们的基隆市立的百福国中的一个选手哦，然后哇，长途的，然后到了我们的丰原高商就读是。蔡中瑞这边的发球失误，挂网。麦寮的队长林廷伟。哇，也是出界。对。一开始都想要来强发积极的进攻。还没有找到手感，哇，挂网，两边的发球大赛，对，蛮有趣的，是，一开始也蛮少见的，对，因为大家可能讲说，因为男生跟女生其实都是挑发球多的话，当然失误率就比较高，但是其实我觉得刚开赛的时候，其实真的就不一定要发的那么大力，等你顺畅了之后，你再，哦，突然来一个背飞耶。小臂，来看一下，195公分哦，出手很快，这个球出手非常快。哇，今天怎么回事？对，等下我们的庄老师待会应该暂停过去的时候，应该会跟大家好好的耳提面命一下。没错，对，因为失误刚开局就3颗发球失误了。这球在界内，哇，来到卢泽，哇，今天其实会有很大的麻烦。像麦寮这边4分的领先，这时候丰原高商喊出了暂停。对，执行教练虽然是吴冠杰教练啊，但是庄志贤老师，对，看庄老师就如我所说的。直接给那小小的一个惩戒一下，4颗发球失误，你怎么样去得分呢？对，其实这个应该也是丰原高商这些选手们，其实你们都是甲组的选手，大部分甲组知道，怎么会知道前面那一个人发球失误，后面第2个后面那个人发球失误，你3、4跟着失误呢？这个是不应该的行为。对，而且你不是说你是一个很有传统性的队伍，你应该就要知道，好，那这段时间我一定要把球发过。怎么会自己都一直失误呢？暂停回来。哇，那个林廷伟已经在奥赛了，结果还刚好打到他身上。对，直接打在对方的脚上面。暂停回来之后，快速的取分。
很高尚的发球，对，马上就下来了哈。没配合好，排球救下来之后，后排修的单人拦哇，排成瑞哈。现在丰原高商在前排的一个高度也蛮高的，都将近190公分了。又给到2号后排，这个很快的。当你发球有稳定的时候，马上就是3分4分回来。对。比中远的发球，好球，直接过。后排进攻，这球救有点救得太远，但还是回来了。机会球后排进攻，开球。对，就是林廷伟的一个发挥啊。一直是整个麦寮高中能够继续往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其实他就是一个球队里面的主要的那个攻击手。没有配合到，可是都互相礼让。到底谁要接这一颗球？这个球其实很不应该啊，因为。其实这个球，不管你说你大家怎么样，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基本的自由球员一定要下去，因为你就是负责防守的那一位啊。手正球，封上了机会，2号位置，哇，直接挡过去，再勾一个有啦。其实看蔡宗伟这个球。跳得真高，是，就真的非常很高。你看整个那个，而且他也停留一下，停，手拉长，更不可能摸得到。丰原高商在4分的落后追平，打个强势，直接往中间做攻击，还得是队长的重扣。9号的江义旭，背后给到2号位置，再给队长一次。对。差的一个攻击，对，那这个球你能够球起来，一样把它打到后场去，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终于换发成功，刚才得分的潘柏成来进行发球，4号位直接直线下压。其实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廷汉在拦这个球的时候，因为这个球很明显的，这个球起来就是直线的部分，所以他应该整个看他这个球，他并没有很用力的跳起来，他可能想说他会不会掉球。2号位后排挡住。稍微用掉的被识破，给到2号直线界内。其实你看这颗球哦，丰原高商的选手，他这个球其实他离他们的这个麦寮高中的主要攻击手得分点太远，而且他要举平球，你怎么来得及？所以其实你在拦网的布阵方面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是，
当他的位置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今天打的球都是比较平的球的时候，你的拦网者的他的一个拦网的一个位置，跟你要助跑的模式就要改变。为什么？因为很平嘛，你还要跟那个很高一样这样助跑再上去，一定来不及啊。对，哦，所以这个是要马上去修正的部分。时间差攻击，这个小斜角。麦寮这边哦，队长林廷伟，然后再来就是1号的王进宝，2个得分主力箭头。那现在林廷伟来到发球，2号位担任拦网挡下，给4号位单人拦网挡住。侧动一次后排，对，还有，再给2号位置打 touch out。哇，虽然配合上面不到位，可是经验上面把它压下去。对，其实我跟你讲，上球就是快攻需要大力吗？不用。你看用抽的这样就好了。对，你与其大力，这个球可以去就被拦到，但是你用吊球，你看你可以吊球，看好多时间可以去运用，而且身体是轻松的，因为是吊球，手拿起来就准备吊球。攻击不一样，你那个攻身会有一个起程的时间。是，自由球员救得起来。哇，哎呦，这个有点压得太大了，球的位置没有掌握好，出手慢了。在界内哦。张廷汉的发球 ace 发得很后面，很长线。再一次，后排这一球也在界内。对，其实你看那个廷伟在打球的时候，他身体会面向斜线的时候，然后再做直线的一个切球的半切球的动作。这个球，假如我们后面有一个在人可能后面看的话，就更清楚他身体的一个摆动。但是他左手这样摆进来很顺。对。再一次，这次斜线，哦，在界内打得很长线。斜线、直线都非常的难防。界外，奥赛，就是有一点点要界内的感觉。是，哇，结果麦寮这边拉开了4分的距离。对，还是丰原高商自己失误。而且主要是他们拦网没有拦到。这点是我觉得可能专教练现在开始要跟他们叮咛的时候，到底你们是怎么拦网？其实他现在说的，除了1颗中间后排被拦到，剩下2侧的球都没有被拦到，而且主要是麦寮也没有去打什么很复杂的战术，所以这个就是丰原高商你怎么样？你们个子都那么高大，我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拦网的一个？至少我要让他打不顺，至少我要让他碰得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这4分的差距，丰原高商暂停回来，要来想办法追进。麦寮卢泽的发球，后排做进攻，这球还在准备当中。哇，有修正回来，还能够做攻击。敢打哦！现在拼谁敢打？再来，再一次从中间，哇，被挡住了。对，其实这球中间就举球员，我觉得就不对了。第一个，
这个球起来球太平，这个你要举这个中间2号，你中间没有，你跟对于中间手这一个，你也没有办法去做突破，因为球很快的时候，你快攻手来不及跳起来的时候，你看我中间拦网者，我就不会跟着你快攻跳，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可能举给他，对，他就只要对中间跟2侧的这个，而且这个球又比较矮，所以他就没办法去做出手啊。2次进攻，这球被挡住。好球！哎呦，你看好球！这个提倡的手腕的运用，你看胯骨绵掌，对，你看那个球起来，它很柔顺的去做切球的动作，这个是必须在手腕的部分，它是必须有一定的熟练度才做得到。丰原高商连追2分。后排攻击，对，你看，其实这球提倡并没有做好防守的手准备啊。对，看这个球起来，他还在移动的时候，他站那么高，球来了。对，对，看这个我们从那个我们后面的那个摄影机来看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快攻，拦网挡下，后续没得救。这个太低了，太低了。旁边的跟防也有及时的跳了起来。往上球，后排。4号位用拨的，但拨太远了。今天封商的自己的失误其实也比较多一点。来往这边看了一下，最终是他加奥界外。但至少麦寮这边是有猜出怎么样对方的攻击。对，就是他知道，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国中冠军队跟那个地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们个子虽然没有高大，但他很熟练。对，做什么东西都熟练。双拦网，打长一些在界内。这球手腕的动作。下去就做得很好副攻，这个球打中间的位置，中洞有没有？这个是中洞的位置。对。所以其实现在丰原高商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好像在追这2侧的时候，没有办法很精准的去做这样子一个拦网的一个，我觉得一个设定啊。吴玉安来做关键发球。4号位拦网成功，快攻打下来。因为现在的这个，大家这中间的拦网者比较矮小一点点。4号位这个拦网，好往上球，再拖一次。2号位攻击，这球接喷掉，还有救回来，还在救啊，没了。自由球员钱玉成很拼的。对。罗家宏的发球，时间差攻击，这一球界外，告诉自己失误。对，然后这一局的感觉就是有点像我们上一局的那个，我觉得北港高中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就是其实还是都是自己，就是非受迫性失误太多。场上换人。
拖一个来到2号位打他枪。还是顺利的得手了哦。两边直线速度真的很快。对。那第一局25比19由麦寮高中先行拿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好，第一局的一个比赛是由麦寮高中25比19来先行拿下。接下来，等一下来进入到第2局，可以看到在今天呢麦寮高中的一开始，队长林廷伟的发挥，加上王进宝，然后后面呢还加进了江义旭，整体的一个状况是相当的出色。来看一下丰原高商第2局能不能有所转变。麦寮的发球，2号的张佑生，从中间直接下压。一开始先找到队长，在空中的时间看得很清楚。林佑廷的发球，快攻直接下来喽！丰原高商怎么样破坏他们的接发球，其实很重要。然后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让廷伟主要问题打得太顺手，这点其实是应该要丰原高商去解决的问题。直接下压，这球救起，修正球，往前用吊的，队长重扣，是
拦网触网。对，看这2颗球也是自己，人家这样自己输了。9号的江义旭，时间差打中线，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往中间去打。为什么？因为中间那个12号选手其实并不高，而且我所知道他，因为他们应该有一个字号，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伤还是什么原因哦，就是没有在登录名单里面，也没有下场去要比赛这样。是。有点过头了，触网，奥赛，而且有一点触，所以这就是不用去，应该是不应该失误的球。对，所以这就是年轻选手啊，会觉得这个球起来我就是要用力，我需要得分，好像。但是你真正有用的球，他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他就是稳定得分就好，不会浪费体力。你明明这个球我轻松打就可以得分，为什么我要用力打？对。浪费那个体能。不像这个球，廷汉就处理得很好，球看很小力，得分了。把握住的情况之下，3比3的平手。轮到队长毕宗元的发球。个人在空中的时间差，空中等了一拍，对。队长林廷伟的发球，后排哇，再度找上林廷伟。林廷伟直接过网了，直接扣进来，还在界内。再扣一次，王金宝得分。现在让林廷伟跟王金宝打得太顺手，是没错。你看这个球起来，其实你会发觉说他们就是几个主要攻击手，但是我们现在丰原高商的一个选手就是好像没有针对他们这2个攻击手去做发球跟或是拦网了，就是让他们一直在拦网的部分一直在跳没有会攻击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中间手，你看快攻打很少，从他刚才到现在1颗球而已，但是他们还是会跟快攻跳起来，对，这就不太，这个逻辑就不太对了，对，所以其实中间手他要很能够去分析对手举球员他的思维是什么，他想做什么，你只要猜得出来，你能分析得出来，你拦网就会很轻松。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球他干嘛，我不会去做无谓的移动。对。但现在得要来看丰原高商有没有办法去判读这件事情。林廷伟再度的发球，第一时间下压，这球救起。4号位进攻打斜线，好，至少暂停回来，刘彦成拿到了分数。直接做快攻，一球换发，让王金宝来进行发球。后排，队长后排，再来一次，哇！这拦网出球。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想要一个球就想要把它拦死。其实1对1
又是遇到一个，这是上，因为廷伟也是国手级的选手，也是我们的U17或U18的国手，去年之前，所以他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你1对1要拿到他，其实有点难度。可是你要想说，我怎么样造成说他不要打得那么顺手？对。那这一颗就是王金宝，这个太晚的击球，这个球挂在网上。丰原高商刘彦成的发球，后排队长单人拦网成功。这是丰商想要做到的事情。对，国城，因为其实你想说你就是只是把基本的位置给他拦到，让他去打他不好打的位置，这样就好。直接有点喷掉。打 touch out， 没问题。潘柏成连拿2分，让麦寮高中喊出暂停。这气势突然被潘柏成给拿了过去。对，你看我们庄教练就说这个球怎么没有打？那干是什么？因为其实真的，当你在领先，像这个球下直接 A4下去，这个气势差很多。因为我这个球把球接过去了，我也没想说啊这个球要4分，结果你让我得分，好像逃过了这个鬼门关一样。那我又撞到了1分。这个对这些高中生呢，因为高中生其实到后段的一个这些比赛的时候，拼的就是心理，哪一个心理顺，他就会一直走；哪一个心理不顺，他就啪就下去。那来看麦寮的暂停能不能够收到止住丰商的效果。没有配合到，但是吊球这一球在界内，这个球就很可惜。为什么？因为他的动作在还没跳之前就已经很奇怪，就已经不好了。那你是不是吊你手背的小球人就应该？你看这个球他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这个选手应该是早就已经站过去，知道连到后面的廷汉上来就应该要上来。是，对。就是这个观察之后没有随之启动。对。这一球还是界外啊！这时候丰商要来换人了。对，要换我们的一个举球员到后排去，3次攻击手。其实我觉得，看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换人最很重要的是要教他们说，这个球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对的，你像这种球好不容易可以攻击得分的球，你随便一切奥赛去，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在中后段，也只是冠军赛。对，你应该要很清楚，在这个球我要怎么样去做。2号位攻击，球打了一个上来马上就进攻了刚换上来的潘平宇跟江少华。哇，接短了，这也确实有。现在其实就是看我丰原高商他怎么样能够在发球方面，甚至在拦网方面去设定好他们要做的事情。再发一个短的，4号位。真的是这个选手不高了，但是他的出手，你看这个出手很清楚，手法非常好。哇，结果挂网的失误，张佑生没有把攻势延续。那刚换上来的球员做到了，给你看一下。接下来就是正选林佑廷。对。看来继续看能不能再做一些，就是说一些其实发球上跟他下来，可是庄教练也希望他下来之后跟他讲一些提点一下。
对，像这种球，我们都会觉得不应该，因为没有人拦网，你这个球你只要轻轻的打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就得分了。但你这个球，你看全部把它逼出去就 outside 了，这就是高中生，就是这些年轻的选手会发生的事情。是，对，因为把握度不太够。快攻，这一球想要去碰。如果不碰的话，也有机会是界内的。江宜旭的发球，中掉的队长，他敲，小臂是跟到了，但是这个球其实你看他出手，那个谁廷伟出手也很快。你看这个球，你看小臂就已经上过去了，来他来插出去。打他两个手中间的位置，让他球喷出去。其实这个因为中间的这个位置是你没办法用力的。你往右边的时候，我手还可以往右边伸一点，没有人拦网会往中间伸，是，一定是往牌位者，就最后才会增大这个面积。对。所以为什么都要从拦网手的中间穿过去？对，而且中间是没有力量的。你看你中间打下去就是这样，但你外侧你可以有用力。但你中间你没有人会这样子，你手就被拇指就被打断了。对对。哇，双人拦网，王金宝现在的攻击也是被丰原高商给压了下去。13比13的平手。还有哦，这球救起来了，再一次时间差，单人拦网。对，而且是人家早就已经跟到了，早知道你要再打一次这个战术。但是其实王金宝这个球比较，我觉得他可以去修正是，这个球他应该在拉进来再拉出去，而不是去打相同位置的一个战术。对。哇，出界。发球，我在丰原高商这边还没有回来，对，他们需要再稳定一点点。好球，直接下压成功，这个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这边来看的话，球完全还是在他自己这个区域。是。队长毕宗元，好球！其实反正小毕今天的发球还比这些选手还这些大炮手的发球还好。是。宪审认为是界外。对。我这边看起来好像也是界外。那我这边看起来像界内。对。没关系，我们就鹰眼系统来一下好了。毕宗仁再一发，哇，直接坤下去。对，这球金宝就出手快了。我现在是林廷伟来到后排。感觉好像廷伟到后排去的时候，他的攻击威力会更好。哎，接喷掉，有救回来，麦寮的呛死，踩线了。这个球假如有鹰眼线的挑战，我觉得庄老师一定挑战那个踩线。是，对，因为其实也很接近了。我还是麦寮得分哦，16比16。4号位，哎呦，
后面的脚步有点踉跄。真的这是球点，这个球点还真的是拉高球点，这个很正确。因为3个人拦网的时候，你再往下打，很可能就被拦到。看这个球其实有。来了，错网击球。对，这个球还是慢了自己的失误，是自己。所以这些高中的选手其实比较要去控制他们他们什么时候会失误，然后失误的波长是多久。直接重扣，可是被挡下。后排修正球，再来没有配合好。封伤的 chance，4号位攻击闪开界外，这个球就非常的可惜啊！因为麦鸟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人也是好球，你打到奥赛去，等于在乱的时候帮他擦擦汗。对。那现在王进宝也来到后排。哇，太长了！今天王进宝的进攻球有一半会比较大力了一些。对，其实进宝他真的是就是还是要，他常常会有一点冲过头的，这是我个人就是在这几年这样看的，有时候会太急了一点，是，可以再慢一点更好。4号位拦网 touch out。这个球在界内，对，这个球我觉得博成有点好像出手有点太慢。你看这个球其实也够高，他跳起来看，他都还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他要打了。对，所以是不是他跟佑廷在这个球举长球还是举短球，这个没有讲好。时间差，这球好球了。丰原20比18，蔡中瑞的发球给后排重扣。其实我觉得廷伟的球不好接的点是，他的球都打到大对角去，而且打得很准。对，你看这个球起来，他一个人拦网，或者他不好打，他就会刻意把这个球拉长，看整个推出去有没有用半切的，你会觉得这个球已经在你拦网者的，他身体已经在拦网者的右这。那我们说的就是他的右边，但是他们打出去的时候会把球往外再戳，有点侧旋出去一点点，所以这个球其实不好守。但这个球换个角度想，这个球不会有没力，是双人拦网成功，麦寮高中把比数给追平。前面拦网的配合2位球员默契很好。丰原高商再喊一个暂停，原本2分的领先并没有把握住。庄世贤老师，对，其实还是现在好像有点重新开始了，对，重新开始了，所以其实后段不要失误。其实我觉得反而刚刚我们的举球员，可能我待会可能举球员到前排去的时候，我觉得庄老师可能会又把刚刚的那2个，就是把它变成3个举球，因为那个3个前排的一个方式，一会再来做突破。因为刚才其实那个左手的我们的一个选手，我们丰原高商的一个11号的选手，其实他刚才上去打了第1颗的一个助理，其实打得非常的好。对，这是我们的评语，好看。接在身体附近，后排修正，重扣，这一球再界，这正是 touch out， 连拿3分。对啊，3分，其实丰原高商其实就是会比较辛苦的地方在这里啊。范楚恩第4次的发球，出界哈。 4号位这球接喷掉了。
其实还是要注意后段。林佑廷的发球，有救到4号位，拦网挡住，再给一次4号位，这球打直线被守下，给到麦寮的呛死。再换另外一边，3球都让林廷伟去扣啊！刚刚这个球，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现场。其实那个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其实干球前你看那个廷伟跟义旭2个是撞在一起。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廷伟马上就跟他讲说前面，然后马上换，因为他打前面不顺手，因为他是副位的选手，整个攻击的视野一定是后面他习惯的人会比较好。对。然后后面没有得追。对，这个球应该是有机会呛死啊！是，因为已经被弹起来了。22比22，潘柏成的发球，再度是交给林廷伟，他确实在这个位置打得更好。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我觉得丰原高商其实我觉得在这2局里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是在拦网的一个对位上面。我觉得没有像之前他们在抓对手的拦网，或是在定位上面有这么明确啊。有挡到。再给队长，哇！他今天是前面2局已经攻下到多少分了？对，而且主要林廷伟看这个球，他是用半切的，你根本直接看到他的左手切，你看他打过去的时候，再切一颗，再切一颗，所以说这个球就会完整的突破。斜角压在3米线内，这球直接扣了，接发的失误让王进宝。第25分到手，麦寮高中25比22，先行拿下了前面2局，稍微休息一下来，进入到第3局的比赛。今天玉山莒光杯
赛会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场的比赛，麦寮跟丰原两强的对抗，麦寮现在是2-0来暂时领先丰原高商。接下来要进入到第3局的比赛，今天队长林廷伟的发挥实在是打得太好了，是状态太好了哈。所以其实你看，所以刚刚那个我们整个的一个攻击的一个，就庄老师就换人了，阵容上就有一些变化，把廷汉换成我们刚刚其实表现得非常，也刚上去有表现不错的平宇，对。那先发球的还是10号的林佑廷。丰原高商的发球，第3局的比赛，这一次扣下来有救起，麦寮的机会，哇，这球没有做好。队长的进攻，双手挡下，哎，谁要攻啊？后排也没有跑好，这一次救起来，多球的来回。对。再一次4号位攻击，拦网挡下，还有直接把，哇塞，最终是出界了。这个不好打了，其实这个球其实不好打。但假如是左手的，也许就很好打，因为在你的左边嘛。对。我至少在第1球多球来回，丰原高商先拿到了第1分。是。哇，直接打直线啊！林廷伟，今天廷伟，哇塞，真的是厉害。真的是状况非常好，你看直线、斜线都很清楚，而且今天在该得分的把握性也蛮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丰原高商的攻击点上面，就是2次3，就是我们3箭头，就是。我们的大炮位跟副位好像没有办法发挥出太大的一个攻击威力，对，所以变成说得分效率不好。对，发球的挂网失误。潘柏成的发球。时间差，对，王金宝得分，对，而且金宝切进去都是会打1号位，已经打4颗了，对，所以说丰原高商在拦网的过程中的时候，对，其实他也知道他打这边，但是没有跳好，对。前排第一时间，对，小弟。这球有救起来，给到队长用吊的。对，因为这个球再打可能有可能就被打到了。后排的进攻打穿了拦网。对。李宗元的发球，给队长直接下压在3米线内。哇，火力全开啊！这个角度，但是其实有时候这种就没有你这个手臂的负担也蛮大的。没错，对。其实我觉得，廷伟其实他球，其实他的手腕的一个部分的假如能够再更柔软一点。
会对他的手臂的负荷上面会更。你要去打这样子的球，其实有时候你手腕的速度、手腕的快速一点，在你的防守者都还没有站定点的时候，你就啪这个出手就打出来的角度打出来，跟你用力这个时候用力的打下去，其实有时候结果是一样的。是。那得分之后，林廷伟的发球变成了失误。时间差，王金宝得分。出手很快，而且这个球没有打得很细。哇，直接接喷掉了，接发的失误。现在王金宝来到了后排，进行发球。后排的进攻被挡住。给到中间王进宝，可是今天从中间的后排进攻，他的击球都会稍微慢一点点。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进宝要好好想想，这个球居然这么低，为什么要用力的往下压下来？你为什么不平级的往上打他的手掌上面去？这个绝对比你往下打，因为你个子也没有很高，所以你就不太好去做这件事情。后排哇，结果队长这边也一次同样的状况打在网上。对，体能啊，情绪跟体能上面其实很重要。是。没有太好的起跳机会，稍微攻击。好，这几球确实慢慢转到丰原高商这边，气势。看这中间一个洞，往回打进来，对，非常好的一个动作。那因为太多球做给林廷伟跟王进宝，对，体力下滑。是。顺的时候没有关系，像我刚才那个后面几颗球，我5颗6颗都给他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会得分。得分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的时候，他不累。对。但你想一旦你1颗2颗3颗4颗他打不顺，或球就掉下去，他的心情一旦掉下去，你会发现他的那个疲累感又加倍起来。是。对，你会发现那个种感觉就不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麦寮高中喊暂停，也相当的及时了。对。暂停回来，刘彦成的发球。快哇！打长了。对，就是这个球其实拖得很好，也许不够高，但是你轻轻的啪下去就好了。卢哲哈，对，看这个球其实很好。我记得他应该是他不知道他给他，他可能突然吓到了，对。要不然你看那个你出手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出手，是，直接接过网，还有篮网挡住，再给到队长重扣，这球救起，从后排再做给中间啊，又一次，王金宝在中间的击球总是会挂到网上。不是，你看，所以进宝你就想一想，你怎么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你每一球的攻击都是这样子浓印的时候，你还是用这种方式去打，那表示你就没有去想说那是什么样的问题。那举球也是一样，对不对？他这样中间后排的一个状态没有那么好，那你还要支持举中间后排给他打，这就不对了。对，所以明知道他中间状况不好，对，因为我们这边也看他中间已经被打浓印2颗，被拦到1颗，是他没有一直突破嘛。那你举球员在来回的时候，你还举给他，那举球员，所以说举球员其实是要能帮我们那个什么，帮那个攻击手分忧，因为你要举到让别人没办法拦到他，让他跳起来的时候他很舒服，一个人拦网。对，你讲你举到让他很困扰，
这就不对了，这就不是举球员的工作。是的。那终于是靠着林廷伟那球换发成功，哇，没有配合起来，麦寮的 chance， 再做给到队长，这一颗拦出去，追分哦，哇！连续2颗都交给林廷伟，一个直线，一个斜线，其实差不多了。是没错，没错。所以让丰原这边喊出暂停。对，庄教练马上耳提面命。其实现在这一段就是赶快，就是说暂停起来，就是也让那个连续4分的状态把它赶快压制下来。对。这如果再被林廷伟再打下1分的话，这气势直接转到麦寮这里。对，没错。今天队长林廷伟用排球少年来形容的话，他是牛岛啊。是，没错，很猛。麦寮的救世主，牛岛王牌。后排拦网成功，暂停回来之后，还是麦寮高中的气势比较好。这个是江义训。那来做人员的更换，再把张廷汉，另外还有江少煌给换上场。谢宏奇的发球，这球被配合好用掉的，再度但 touch out， 哇，还是林廷伟的得分。你看，那个打不进去没有动，我就往上打。是，他左边上面没动，我就打右边。哎，所以其实他的剧本很多啦，所以这种选手其实会让我们比较会害怕的，会觉得说很难去应付的，就是。你想，你就是靠后面守备了，因为你拦网已经没有太多作用。我就是让你去选择，只是我跳起来，只能让你去选择一边，那一边可能就是要2个人去防守。就像我们真的要让他拦直线，好，那我就斜线拦好之后，然后2个人去守直线。但是你又要等说他会不会打一个，他只要往那边弹哦，所以这个就是很难的一点了。因为进攻手段太多元了。对，再度交给他追球，哎，掉到界外去。哎呦，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可惜，差了一点点，对，这就很可惜了。丰原高商再拿回到3分的优势。蔡中瑞的发球，直接打快攻，交给到罗家宏。这个时候，其他球员要来分担一下林廷伟啊。是啊，要不然等到后面打了5局，体力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错。拦网打 touch out， 丰原高商拿分。对。现在我就是看我们麦寮高中能不能再多拿几分回来。那丰原高商能不能再多拉几分？这是2个不太的心态。是。丰原把潘平宇给换上场。哇，还是在界内，另外一边也可以。对，而且都好打得好长啊，真的好长啊。能控制在底线位置，真的很不容易。是没错。用吊的这一球吊到了，聪明，小臂聪明。
潘柏成的发球。后续王进宝的一个攻击被守住，是因为王进宝的打长球是打斜线的位置，对，他不太会去打直线。这样子双人的双箭头被挡住了一个，被封印了一个，对，封印了一个。那现在要看江义旭能不能跳出来。队长这边被拦住了，这个球其实也进了，举的确实太近了一些。这没有攻击的角度了，对。丰原高商拉开了5分的攻势，17-12，5分的差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把接发球先接好，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别的人出来的一个，因为毕竟这个现在球起来就是我们的大炮手在处理这个方面，还有停尾的一个状态，好像在这一局没有像刚才那局比较，但是其实还是有高效率。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觉得义旭的球可以再多一点，你看今天被拉开，就是举球员跟进宝的3颗的攻击被拦到，攻击打no in，这是3分，这4分假如没有被拉进去，像是4分把胜是17-16，所以麦来观还是自己的问题，对。暂停回来，潘柏成的发球。再给，好，暂停回来之后还是靠队长。所以他们跑动，其实我还觉得麦了还是要跑动，不要定点在那边你就中了。我觉得摩远高商要你做的事情。罗家宏的发球，4号位担任拦网。这球要救，没办法，就喷掉。那风商一点一滴的把自己的状态拿了回来。对。多点算是平均的都能得分。对。没有配合到，这球触网击球。自己失误了。队长毕宗元，修正，哇，再度是王进宝，这个箭头真的被封印了。对，而且都是no in。因为基本你不是高大的选手，你不要想要用你以前在打国中的那一种，你跳起来在国中这个球你 OK， 为什么你的弹跳能力够？但你现在这个高中这个球网跟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人拦网的高度，你就要去评估这一点，说，我就要这么高大的选手，那我的出手是要往下打，还是要打角度，还是要打快？但你假如遇到一个他的拦网没有那么高大，你可以像刚才这样子，我可以用力，为什么？因为他跳起来的。看不到。6分的差距，林廷伟的发球挂网失误，看起来这一局应该要保存一下体力，先给丰原高商。对，现在马上来做队长的更换。对，其实应该就是让他休息啦。是。对。好，应该待会会把一些上场的人把他换下来，因为你就让这一局让大家下来休息，重新再拼下一局。对。这
这一次重扣从中间在界内。对，而且3个人拦网哦。那把王金宝留在场上，就是要让他这个把自己的状态再回稳起来。工商后排，这一球角度出色。对，潘平宇在替补上阵之后，其实有做到相当多封商要带给他的事情。是老师要你做到的事情，他做得很好。认为是 touch out， 江一旭。往上球，最后是落在了麦寮的场地里，24比16，丰原高商的局点。篮网直接被识破。那丰原高商这边25比16来拿到了这一局的比赛，把比赛逼近到了第4局。目前麦寮高中2比1还是暂时领先，稍微休息一下。麦寮高中跟丰原高商这场比赛呢，逼近到了第4局的赛事。这麦寮在第3局的时候开始，这个体力下滑的一个状况产生，而丰原高商掌握到了机会。第3局把比数拉开了。对，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怎么样把球打进去，我觉得其实今天
举球员也要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一个麦寮高中的举球员，其实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其实现在状况好的是谁。像佑生他举球的时候，你要知道，球不是说我想要我举得很漂亮，但他不会得分。但是好的举球是这样，我举出去，我不用每次球举出去都是一个人拦网，没有人拦网，而是举出去，这个就算2个人拦网，但是这一个人他能够得分。像我们在第一局、第二局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那个廷伟能够得分是，他知道了，他每颗球他会得分，每球给他，这就是好的举球员。为什么？因为球一起来，他状态更好，每球给他，他会得分，那是对的。但假如说今天球起来跟刚才那个情况，进跑的状况不好。你还每颗球该得分的时候或怎么样，你给他，这样就不太对了。对。队长这边被双人拦网，就是他是要出界。麦寮先行拿下第1分，张佑生的发球。4号位打直线在界内。现在博成都是打反方向，会跳起来，身体做一个斜线的动作，出去做直线的一个转向。潘柏成这边顺利的得分，修正，哇，对，江义旭这个时候要跳出来哈。对。其实义旭本来就可以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其实，但是他球场上他会比较安静一点。其实他可以跟佑生去讲，就是给我，对不对？但是你只要不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举球员在球场上他想的东西太多了，他会有时候会突然宕机掉。但你跟他讲说没关系，给我来处理，然后就不一样了。丰原高商队长毕宗元。能够担任队长，进攻一定是有相当好的实力。最后拦网的触球，拦网的触网。其实这个真的要避免，真的要避免。你为什么会触网？就是你很想，你看到这个球，我就想把它拦死。对，3个球进完了，我想要用力把它抓去。其实这个是不需要的，但是年轻一定会这样啊。我们以前也这样。是。往上球。有碰到哈。有过，再拖一次，哇，太巧。这是开局，我觉得丰原高商要稍微注意一下。对，连拖2次往上球。罗家宏的发球。时间差，丰原高商的进攻反倒就不着重在可能1、2位球员身上。对，他们的好像因为可以用的也蛮多的，对。快攻打一个 touch out， 1球换发，现在林廷伟的发球，2号位这边选择不错，后排。其实这个球好不好守，不会不好守，只是我觉得守备的人，你有没有那一种想说这个球，我要把它守起来，还是你觉得说是完蛋了，他要打下来？是，对。那又被拉开到3分的领先，丰原高商喊出暂停，麦寮6比3。不过刚才那颗球比较像是，林廷伟突然的把他的一个气焰给收了起来，变成隐形人之后再出来。对，但是现在他这一局他想要再来了，所以
就要赶快再把它再火力要再集中一点点。是，对。暂停回来，麦寮林廷伟的发球，太长了。潘平宇。拦网，然后被救起，4号位吞下去。这个球员很聪明。来，现在看我们的那个麦寮能不能真的在最后再把握更多的机会。是。来，2次进攻，好球。击球员哦。右挺是在球场上你发觉他不太讲话，而且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啊。对，很冷静的一个。对，1号表情。对，刘挺的动作。拦网挡下往上球，最后出界。对，这球右身就这个球就很聪明，球进网他只要压可能会被压回来，他马上往外。用力的往外拨出去，这样子。卢泽的发球，4号位在界内。你要1对1哈，我觉得你要拦到那个博成的球，其实有点难度了哈，因为他也够高。太快，将近190公分了，是，而且弹跳能力也很好。这一球是直接打了一个抄手，接不到位，修正球反倒出界，不过有主审这边改判，对，而且是inside哈。第一时间宪审是举起旗来了。那张佑生现在来到后排发球，小臂，林佑廷有点长，其实佑廷的跳花这个球蛮有威力，对，其实很接近，对，而且力量还蛮大的。江一旭的发球，单人拦网守住。其实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平宇应该是用力跟他拼了。其实这个球，我觉得他有点犹豫了，对，所以看他的动作就整个慢掉。从原本2分差，现在又拉开到了4分的距离。丰原高商喊出暂停。今天在丰原高商这边进攻其实蛮多元的，潘博成啦，潘平宇，然后队长毕宗元，对，然后林佑廷，对，佑廷啊，然后刚才被换下去的廷汉嘛，对，其实他们高度够，但是我觉得相信今天的不管打得怎么样，我
我觉得丰原高商他们回去一定会做调整，因为他们在比赛在接下来的决赛中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我们的那个麦寮高中。对，那假如今天他可以赢，那这个下一次也许是不是也会可以赢？所以他们就要针对这个部分好好的去做调整。用吊的，揪起来双人拦网，这球一球直接回去，没有角度，第一拍下笼，也是用吊的，不过也救到了。队长用吊球，大家都有所意识，后排的进攻，这个球员守住，进宝，这球被挡下，再做给队长，还是被拦网，不过 touch out。真的要，所以你说。能够有决定性的攻击手，就像这样子，他1次、2次之后，第3次他一定要拿下，他就会用对的方式去拿掉这1分。所以你会发觉很多选手为什么没有办法当做人家说的，就是一个核心人物或是球星，他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核心的王牌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很重要，很重要。你只要一个球队有2个王牌，那应该就是那真的就是冠军队。那个教练就很幸福，对，他就在那边看着，因为。2个人就球一起来一前以后，而且只要假如是一个副卫一个大炮，哇就更开心了。为什么？其实大炮打不好，后面而且是球起来就是2边，对，那中间拦网者就一直在跑2侧，那就更好。而且他把握性又好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对工人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哇，时间差攻击，这一球认为在界内，又是李廷伟。对，所以现在廷伟好像火力又继续全开了。对，刚刚有早点让他换下来休息是正确的。对。那丰原高商这边虽说就是没有一个很主力的进攻者，可是他们的一个平均实力，如果都能够一起发挥的话，全员能够出动，对，反倒也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攻击策略，就会反正就是你会很不好地对付。对，这个球。对，如果能够2个进攻点位多点，可以一起的跑动，让举球员做选择。对。拦网被挡抓，可是对，没问题，很快。所以这有中卫是很快。暂停。因为这个球一定要再拿回来，要不然的话2分就跟刚才是一样的。麦寮高中嗅到了一丝味道，主要也是让球员这边得以喘息啊。高商毕中原，再给队长，这球被挡下，黄金宝也被挡住，再一次再给队长，这个斜边，最后是出界。没有，这球没有出界，注意哦，这球真的要注意哦。其实要怎么？其实要切动，因为你一直在2侧，要不然就是像王金宝切进来的时候拉这边过来。因为丰原高商是采取对位，你看这个球对位没有？他就对到了。对。好，你对位这种球，其实他会对位，中间手会过去那边，旁边那个人会从那个中间手绕过他去拦中间的王金宝。你在托巴谷这个时候就变一个人拦网，一个拦网对于廷伟来说太简单了。是，对。所以举球员就要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思维啊，就是说有没有去提醒到举球员说，他就是这个样子。
4号位双人拦网得分。前排的防守卢泽。身高180公分哦，但是跳起来的高度哦，另外还有时机点都做得不错。林廷伟的发球，故意把球发长，直接下压的意图被识破。2号位拦网再度拿下。这个其实刚刚拦网下来的时候。慢点选手有点触网，有没有？对对对，哎，胸口的衣服那个位置。对对对对。但继续还是林廷伟的发球。4号位用掉的。王金宝救起来，后排出界。对，看这2颗球起来就知道，廷伟的体能应该是有一点点。对，其实这个球假如给易旭，我觉得应该是会比较适合。对，现在有点太过于依赖林廷伟了。对对对。还是交给他哦，但依然是出界哦。对，你看2颗喽。要切动，然后给劈死，也许就有机会。所以廷伟切的时候，你也就知道说，当我体能脚真的是下降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打？直接压的，这球过界了，再做一次。刘彦成的得分，3分回来了哦。这球卖了一定要打回来这1分，因为3分就不一样了。对，单脚又被追回来，这一局就不一定。哦，放短球，结果是失误。这个球发球就是关键。是。这球只要待会又起来，又让麦了能够再拿到这1分的话，就又回到刚刚他们领先的那种状态。所以其实发球很重要。你看这个球发过来，也许。末了那个我们的丰原高商拦到会就是接近快平手了。对，那个心情像现在又是3分哦。看这个球就处理，对，一接不到位。再交给队长，这球 touch out。那所以刚才的发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从原本4分差到2分，再到4分。王金宝的发球，4号位单人攻击，界内。还有，这几球调给刘彦成，也有打出效果。对。不过他现在来到后排发球，挂网失误。这一波的那个气势依然没有找到。对，所以庄教练跟我们的叶教练2个人眉头深锁。卢泽的发球，拦网挡下。前排现在是张佑生，另外还有12号的罗家宏。看整个手都过去就知道他打直线了。来到5分差距了。再度拦网，拨过去，给麦寮救起来，后排单人拦网成功。对，如果以
单人1对1拦网的话，其实丰原高商是1对1蛮成功的。对，没错，状况是比较好些。这一球被预判到，所以你看2颗的拦网之后又回来了。对，因为这个球其实也没有位置可以让他打。我这几波的来回，其实让林廷伟有一段蛮长休息的时间。对，再做给一次，还有，再来，从中间，这球要救不到了。以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又会再找到林廷伟哦，不过义旭跟罗家宏跳了出来，是，也应该要了，应该要。张佑生来到后排发球，直接2次，这一球其实有被王金宝给看破，可是没有办法救到。看这一球了，这一球假如丰原高商能够再把它再多拿1分回来，这一局还不一定。对，但假如麦了这球又拿回来，其实这一局要再扳回来的机会就有点困难。刘婷挂网。每一次要从3分要进到2分的时候，都是挂网失误。对，失误了，自己的失误。庄世贤教练开始有一点没关系。其实我觉得世贤教练他是很有经验，也是我们国内其实非常顶尖的一个教练，所以他回去，我觉得他反而会觉得这个今天假如真的这场球我们真的不幸落败，但是他会知道说待会回来。联赛怎么调整，他一定知道。对，这球有救到，麦寮的机会球，王进宝，这球打起来了，修正，再做给进宝一次，这一球出界。这球应该其实他们想说应该给，其实这个球再近网一点，其实进宝比较好打。其实这个有点开网，他个子没有那么，而且球是从后面来的，他也不太好打。潘柏成的发球，队长这个斜线，好球啊！对，林廷伟今天的斜线角度可以打得非常的小。罗家宏的发球，2号位进攻。是哦，再看下一颗了。一样，这个时候关键的发球，3分的差距，毕宗元，丰原高商的队长。发进去，看，这一球，其实举球员这球要给谁？就给廷伟就对了。对，因为其实看今天切进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我觉得进宝的球都被拦到，其实也蛮多的。对，所以我觉得佑生要好好的去思考，每一颗球，就算我领先，但这个球被对手2个人抓住的原因，你要更，因为佑生的高度是够的。他以后是不是要更上一层楼，到企业联赛去，甚至更高到国家队去的时候，他就要去思考这颗球起来，我为什么这个球我会被拦到？啊，既然比赛中为这个球一直被拦到，他一直不会得分，为什么我还要一直做呢？这点就是他要去能够在 label 在人们再提高点的重点就在这里。对，啊，不要等2颗3颗之后你再给林廷伟，林廷伟只要1个攻击失误扳平，那为什么不再设计战术给林廷伟去打？设计战术，用别人来牵制对手，然后让林廷伟轻松得分。其实这个就是举球员的功力啊。
挂网的失误怎么办？很重要的失误。但是我觉得庄老师也，我个人觉得以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他反而比较想要去从这场比赛去收集到说，这场比赛就他们回去可以再加强些什么。对。那现在是麦寮高中的赛末点，队长林廷伟来到后排来进行发球，24-21。一传到位，从中间来扣，挡下，再交给后排，双人拦网成功。太近了，太近了！你看这个球也太低了。真的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再扣下去也是挂网。对，他只要再高个2颗球，廷伟这个球是 OK 的。我觉得他会给廷伟的。王金宝这一球好球哦，在最后一刻选到了王金宝。最终麦寮高中25-22拿下了这一局，相当的开心啊！麦寮高中3-1来击败了丰原高商。所以说在第4局真的互有往来，而且丰原高商真的是有机会来追。对，没错。但是后段的2颗发球失误，在追分上去停他的那1颗发球失误，小臂后面的发球失误，这个其实都是环环相扣，很重要的一点啊。对。其实今天丰原高商的发球失误在后半阶段真的来得太多颗，对，没错，可能不是只有2颗，我记得4颗还是5颗。对，自己失误的人比较多一点点。对，不过麦寮高中真的靠着林廷伟，然后前半段的王进宝真的相当的成功啊。那也顺利的拿到这一场比赛的胜利，最后麦寮高中3-1来击败丰原高商，恭喜他们。
今天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也是排球国手的选拔赛哦。最后在高中男子组的赛事当中，由丰原高商以3-1来击败了麦寮高中来击败了丰原高商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哦。当然哦，在麦寮高中这一边哦，今天表现哦，在前半段哦，真的相当的出色。那后续呢，又靠着队长林廷伟火力的一个攻击哦，来展现出最后拿下比赛胜利的一个气势。那当然在赛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来访问到麦寮高中的队长林廷伟。廷伟跟大家打声招呼。大家好。好，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其实前半段你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进攻表现。那来谈一下你在今天个人的一个状况好吗？今天状况是还不错啊，就是都带领着大家，关键球啦处理的还可以。那不过其实，在今天的一个比赛前半段蛮强势的，但第3局的时候稍微有一些的乱流。教练在这些的中途的时间有跟球队说些什么，然后让你们在第4局的时候再把这个比赛扳回来？就是其实会急啊，就是一些处理球没有做好，就是会急，就是从接发球开始啊，接发球是第一步，所以我们只要把第一步做好的话，其实球队就比较流畅一点，是就比较顺畅一些，然后在第4局的时候再拿到比赛，而且最后其实真的些微的关键时刻，对方都发球失误，对啊，对，所以才让你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不过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队长。对于你自己的一个个人生涯来看的话，后续到了高中毕业之后，你会想要往哪一条路来做发展？其实现在都还在考虑，但是会去公开1的学校。公开1的一个学校，在大学的一个部分。对 ，OK， 好，那就祝你预祝后续来成功。然后今天恭喜你们获胜赢球，好，那跟大家说声拜拜。好，大家再见。OK。
113年全国第60届玉山莒光杯中等学校排球赛，今天的4场比赛都当大家来转播完毕。那最后也恭喜麦寮高中来击败了丰原高商。这场比赛转播的部分呢，也要在此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邱德全教练的精彩讲评，我也谢谢大家，我是林东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再。